关于台湾的 ADF 战机计划，我们都不陌生。这是台湾空军的下一代防御型战斗机，被广泛定义为第5代战斗机。当然，我也持有这样的看法。然而，根据最近的消息，我发现 ADF 的首架原型机似乎达不到5代机的标准，与韩国的 KF-21处于相似水平，介于5代与4代半战机之间。按照原本台湾的计划，他们的目标是将 ADF 打造成一款真正的5代机。然而，由于制造5代机的周期较长，至少在未来3到5年内很难交付成品。因此，根据最近的消息，台湾可能会采用 S 海鲲号潜艇的方式，先制造一架简化的原型机用于测试。这个原型机的基本能力与韩国的 KF-21相差无几，甚至在引擎的选择上也是相同的。有关 FD 引擎的消息显示，该引擎的推力达到了10吨起步，电子设备方面也已经选择完毕，预计明年将完成首架原型机的制造。这标志着台湾正积极努力发展下一代战机，尽管在一开始可能会采取逐步完善的方式。据了解，台湾对于 ADF 的引擎有2个方案，首先是自制引擎，其中一种基于美国的 TF-11042 引擎，这款引擎曾为经国号所使用，推力约为4吨左右。然而，考虑到目前的要求，这一推力可能显得不太足够强大，因此台湾计划在该引擎基础上研制新引擎，推力达到10吨以上。然而，引擎研制周期较长，通常需要5到10年的时间，再加上台湾的预算等问题，实际投入可能会拖延，预计最早到2024年才能看到原型。另一个方案是采购美国的 F414涡扇引擎，这款引擎的性能非常出色，推力高达10吨，主要用于 F118超级大黄蜂以及韩国的 KF-21等先进战机。超级大黄蜂和 KF-21都是4代机中的顶级战机，在机动性上表现出色，不逊色于美国的 F16系列战机。另外，关于自制引擎的方案，台湾计划在 TF-11042引擎的基础上进行一系列技术升级，以提高性能和推力。这一自主研发的方案旨在增强台湾战机的独立性和适应性，减少对外部供应的依赖。然而，自制引擎的研发不仅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还要面对复杂的技术挑战，因此整个过程可能相对较长。与此同时，采购美国的 F414涡扇引擎方案也受到认可。该引擎作为一款先进的涡扇发动机，已经在多个先进战机上得到验证，其高达10吨的推力和卓越的性能，使其成为提升台湾战机整体作战性能的可行选择。在采购方案中，台湾将考虑引擎的可维护性、升级性以及与战机其他系统的集成情况。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将在此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综合考虑这2个引擎方案的利弊，台湾将做出综合权衡，以确保未来 ADF 战机的性能、可靠性和独立运作能力。因此，作为 ADF 原型机的引擎完全够用，而且这个引擎的部分组件由台湾的汉翔公司制造，可以算作是具有一点台湾制造的元素。相较于其他引擎，它具有许多优势，而且获取起来也相对容易。此外，除了引擎的选择与 KF-21相似之外，在设计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不能说与 KF-21完全相同，更应该说与5代机有相似之处，例如隐身能力与内置弹舱。自从美国 F-22首次亮相以来，5代机的规格基本上已经定义出来，而隐身能力则成为标配和最重要的一项特征。根据之前台湾透露的消息， IEDF 战机肯定具备隐身能力，虽然没有具体说明，但不难猜测它可能借鉴了美国 F-35的设计。甚至在外形上， IEDF 战机也有很多类似之处，包括内置弹舱。内置弹舱与隐身能力一样，是目前所有5代机都具备的功能，可以显著提高战机的隐蔽性。此外，在航空电子设备等方面，台湾基本上都选择了使用美国的先进设备，这确保了 IEDF 战机在关键方面的性能和技术水平能够与5代机媲美。值得一提的是， ADF 原型机所采用的引擎不仅在性能上有优势，而且由台湾汉翔公司生产，这对于台湾本地产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种台制的引擎不仅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持，还有助于培养本土工业的技术实力，为未来自主研发提供了有力支持。在引擎的选择上，虽然有采购美国高级引擎的备选方案，但自主研发的织女性引擎也彰显了台湾在军事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这种自研的引擎具备推力10吨以上的性能，使得 ADF 战机在未来的作战环境中更为灵活和具备竞争力。与此同时 ，ADF 战机在设计上的一系列相似之处，尤其是与 KF-21战机的相似性，也暗示了台湾与世界先进战机设计趋势保持了密切的关联。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战机设计相融合， ADF 战机将能够在多样化的战场环境中更好地适应各种挑战。总体而言， ADF 战机的引擎选择和设计方案的多元性，展现了台湾在军事科技领域的努力和追求卓越的决心。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台湾防御实力，也为世界军工合作提供了新的范本。所显而易见，台湾的目标是将其新战机打造成5代机。然而，正如前文所述，5代机的制造周期较长，而台湾缺乏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制造。这不仅涉及到设备和设计的问题，还需要克服许多技术难题。尽管台湾方面传来的消息表明，他们可能很快就能研制出新战机，例如之前花莲上空的音爆等迹象，都暗示着台湾的新战机可能已经接近完成。因此，根据这些信息的推测，台湾似乎已经放弃了直接研制5代机的计划。虽然台湾目前缺乏5代机的技术，但却具备4代机的技术基础。再加上与美国的高端设备合作，制造一款顶级的4代半战机并不是难事。因此，参考韩国的 KF-21的经验，可以猜测台湾可能采取相似的策略，先利用目前已掌握的技术，研制一款顶级的4代半战机，然后通过后期的升级，逐步演化为5代机。在这个战机研发的过程中，台湾探索了2种引擎方案，为其新战机提供强劲的推动力。一方面，他们计划自主研制支持向量引擎，源自美国 TF-11042引擎。尽管这款引擎之前用于经国号战机，但其推力约为4吨，与当前技术水平相比显得相对较弱。因此，台湾计划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力争研制出推力超过10吨的全新引擎。然而，考虑到引擎研发的漫长周期，这一计划至少需要5到10年的时间，并且受到预算等问题的制约，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延迟，预计在2024年前后才能看到原型。另一方面，台湾考虑采购美国的 F414涡扇引擎，这是一款性能卓越的引擎，推力高达10吨，主要用于 FA-18超级大黄蜂和韩国 KF-21等先进战机。超级大黄蜂和 KF-21都是4代机中的佼佼者，具备卓越的机动性。由于这款引擎在性能上令人满意，而且易于获取，因此成为了 ADF 战机首选的备用方案。除了引擎选择上与 KF-21相似外， ADF 战机在设计上也有许多相近之处。尽管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 KF-21的翻版，但可以说在某些方面与5代机相似，例如在隐身能力和内置弹仓方面。自从美国的 F-22问世以来，5代机的规格基本被明确定义，而隐身能力成为其标配，也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据台湾此前透露的消息， IEDF 战机肯定具备隐身能力，虽然细节尚未公开，但可以推测其可能学习了美国 F-35的先进技术，甚至在外形设计上也呈现出与 F-35相似之处，包括内置弹仓等设计元素。内置弹仓与隐身技术一样，是目前所有5代机都具备的功能，有助于提高战机的隐蔽性。在航空电子设备等方面，台湾也选择了使用美国的先进设备，这进一步确保了 ADF 战机在电子战、通信和情报方面具备高水平的性能。这一系列的技术选择表明，台湾在新战机的研发中充分借鉴了世界先进技术，力求为其未来战机提供更强大的综合作战能力。而且，有可能的情况是，初期的原型机可能只是4代半战机，而后续的量产型可能会进行升级，达到5代机的水平。当前已知的战机数据来看，台湾在技术上差距似乎只是暂时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台湾的 ADF 原型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完工，甚至有可能在明年年底前完成组装。随后将进行量产和升级，例如更换自制引擎、提升战机性能、增加战机功能等，直到最终成为5代机为止。到那时，有很大可能会完全取代 IDF 与幻象2000。当然，说回来，就目前的信息来看，台湾的 ADF 原型机应该会比韩国的 KF-21更强大。毕竟，除了引擎之外，在设备与设计理念上都具有一定的优势。而且，据说使用的武器还包括全新的自制飞弹。在飞弹研究方面，台湾可谓是专业，再加上来自美国的顶尖设备支持，看起来要比 KF-21更为强大。然而，存在一个缺点，即自制率可能不高，这可能在未来成为一个大问题，需要台湾在后期采取相应措施来解决。谈及台湾 F-16战斗机，它的传奇地位无疑令人肃然起敬。自1978年加入美国空军序列以来 ，F-16不仅历经冷战的硝烟，更成为了几代人心目中的空中经典。即便在 F-22、F-35等5代机崭露头角的今天， F-16依旧以其独特的魅力与优势，稳坐美国空军的核心地位。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 F-16成为台湾不可或缺的军事瑰宝呢？ F-16战损的故事始于美国对单引擎超音速战斗机的创新设计。这款由通用动力公司精心打造的战机，最初仅作为日间空中优势战斗机亮相，但随后它展现出了全天候作战的卓越能力，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空中多面手。自1976年首次亮相以来， F-16的制造总量已突破4600架大关。尽管美国空军已停止采购该型号，但 F-16的升级与出口之路依旧畅通无阻。洛马公司更是豪言壮志，誓言要让 F-16战斗机继续服役至2075年。这不仅是对 F-16未来服务时间的坚定信心，更是对其长远规划的有力证明。然而，在全球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隐身战机逐渐成为空中霸主，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纷纷加大隐身战斗机项目的研发力度，这对 F-16等非隐身战机构成了巨大挑战。面对隐身战机的崛起，美军采取了怎样的应对策略呢？事实上，除了 F-16外，美军还拥有 F-35、F-22等隐身战斗机。未来作战将更多的依赖于这些高科技战机的组合部署。这一思路在当下已得到广泛认可，但在初期提出时，美国确实面临了诸多挑战，甚至一度考虑开发4、5代战机来替代 F-16。美国装备发展战略的演变，始终与其全球战略紧密相连。从冷战对立到全球防控，再到如今的大国竞争，每一次战略调整都深刻影响着美军装备的发展方向。作为空中力量的重要一环，武器装备的选择与调整始终是为了适应各种战略任务的需要。F-22作为应对苏联而诞生的5代战机，在苏联解体后，尤其是美国全球战略转向反恐后，其地位逐渐尴尬。因此，在产量不到200架后，美国国防部便果断停止了 F-22的生产线。F-16战机之所以能在美国空军中屹立不倒，成为一棵常青树，不仅得益于其卓越的性能，更在于它能够紧跟时代步伐，不断进行自我升级与调整。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让 F-16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未来 F-16的征途仍将继续，它将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篇章，见证时代的变迁与发展。F-35这位后起之秀，虽然承载着军方及其盟友的厚望，但其研发之路却崎岖不平。由于设计上存在的诸多不足， F-35的研发团队不得不反复回到起点，进行不断的调整与优化。这些繁琐而漫长的过程，不仅延缓了 F-35成为实战力量的步伐，也对美军全球部署策略构成了不小的困扰。面对5代战机发展的不确定性，五角大楼开始寻求更为灵活的过渡方案，试图通过一种新型战机来弥补战略上的短板，甚至一度传出可能用全新的4、5代战斗机取代 F-16的设想。F-36王蛇战机便是这一背景下的设想之一。然而，现实往往比想象更为严峻。随着有源电扫描、阵列雷达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普及，其性能相较于传统雷达系统有了质的飞跃，使得任何试图保持半隐形状态的战机都显得捉襟见肘。在高强度的战争环境中，即便是半隐形设计，其生存能力也与 F-16、
F-22等经典机型相差无几。若再投入巨资开发全新机型，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在提升战力上也难以与现有机种相媲美。因此，美国空军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维持现状，将重心放在对现有机型的升级与完善上。重启 F-22生产线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而 F-35项目则成为了他们倾注更多心血与期待的焦点。对于美国空军而言，战斗机的编队配置一直是一门艺术。起初，他们采用的是4+1的配置方案，即 F-22、F-35、F-15和 F-16 4款战机，再加上其他10种机型，以满足不同的作战需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老旧机型加速退役的呼声日益高涨，空军对战略进行了调整，最终确定了以 F-22、F-35、F-15和 F-16为核心的战斗机家族。其中 F-16作为这一家族中的经典之作，其地位尤为显赫。F-16之所以能够持续领跑，不仅得益于其卓越的性能表现，更得益于其所应用的众多前沿技术。例如，其革命性的侧向控制设计将机动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为飞行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操作空间与灵活性。同时，随着雷达系统的持续升级以及座舱内部先进显示系统的应用， F-16的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 F-16在漫长岁月中屹立不倒，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展现出其不朽的魅力与价值。回顾 F-16以及 F-35等机型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美国空军在应对全球战略挑战与战术转变中的智慧与坚韧。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份对于卓越与创新的追求将永远引领着美国空军飞向更加广阔的天空。那么，在 F-16的辉煌历史长河中，它究竟经历了哪些关键的升级与蜕变呢？这要从其前身 F-15A F-16原型机说起。这款机型不仅在现代空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背后的故事更是充满了技术创新与不屈不挠的团队精神的传奇色彩。美国从越南战争中深刻认识到制空权在现代战争中的核心地位，这一认识激发了美军迫切寻找一种全新战斗机的需求，以确保在空中战场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60年代，约翰·伯伊德上校与一位数学家共同提出的能量机动理论，颠覆了传统战机设计的传统观念。这一理论不再单一追求速度和高度，而是将推力、重量比、气动阻力、翼面积等多个复杂性能指标整合到一个综合评估模型中。伯伊德的这一创新理念吸引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们共同组成了影响深远的战斗机黑手党团队。尽管初期遭遇了不少挑战和质疑，但在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戴维·帕卡德的支持下， LWF 轻型战斗机项目最终得以启动。经过激烈的原型机设计竞赛和严格的测试评估，通用动力公司的 YF-16设计方案在1974年脱颖而出，不仅赢得了美国空军的青睐，还获得了北约盟友的高度认可。这款原型机凭借卓越的航程、经济的运营成本以及在从亚音速到超音速全速域内展现的出色机动性，成功引领了时代潮流。随着 YF-16的成功，美国空军及多个北约成员国迅速签订了 F-16的购买和生产合同，为 F-16的全球普及奠定了坚实基础。1978年8月，首架 F-16 Block 1成功首飞，并迅速投入使用。这批最早的94架 Block 1机型不仅成为了美国空军的新锐力量，还被分配给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等国的空军，共同书写 F-16的传奇篇章。从1981年开始，尚未交付的 B2、B1 机型经过升级，达到了 Block 20标准，展现了美军不断追求卓越的坚定决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军对 F-16进行了持续的改良和升级，通过修改和增加版本编号来标识。F-16A 和 F-16B 作为最初的生产型号，逐渐演化出包括 Block 1、Block 5、Block 15和 Block 20等多个版本，满足了单座和双座的不同需求。每一次升级都致力于进一步提升战斗机的性能，包括降低雷达截面、提升机动性、加强火控系统和传感器等方面，确保 F-16在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中保持领先地位。F-16的演变历程清晰地展示了技术革新和升级对先进战术需求的深刻理解和精准应对，
作为军事史上的璀璨明星，F-16不仅见证了数十年来技术的进步和战术思想的发展，更代表了人类对于空中优势追求的不懈努力和创新精神。如今， F-16战斗机依然以卓越的性能和灵活多变的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翱翔，继续书写着不朽的传说。Block 15的推出，标志着 F-16战斗机在其演进过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展现了其持续进化的强大潜力。这个版本 Block 15不仅装配了更为宽大的水平尾翼，以提高飞行稳定性，更是 F-16改型中产量最高的版本，共计生产了983架飞机。除此之外，还有接近300架早期的 F-16A 和 B 型机被升级至 Block 15标准。这一全面升级着重强化了飞机的电子系统，特别是将雷达系统升级至了最新的 NAPG-66V2 版本，从而为 F-16战机的性能提供了质的飞跃。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接下来的升级进入了 Block 2532、40、42、50、52的 CD 阶段。这个阶段的升级主要集中在新型雷达系统上，提供了对单个或多个目标的同时跟踪能力，使得 F-16CD 型机不必依赖预警机便能实现超视距空战。此外，新增的夜间飞行能力也使得 F-16成为了真正的全天候作战平台。虽然从外观上看，CD 型与 AB 型相差不大，但细心的观察者或许能够注意到 CD 型的垂尾根部更为宽大，前端还新增了一个小型天线。在这一系列的改进中，美国空军甚至承诺为其他用户国量身定制 F-16，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为阿联酋设计的 F-16E F Block 60型。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美军对这款战机进行了全面的内部电子设备升级，引入了最新的 NAPG-80 雷达和光纤传输技术，创建了一个类似于 F-22和 F-35上使用的双向数据链的全新系统。此外，这种轻型战斗机的起飞重量也有了显著提升，达到了22.7吨。相应的，其发动机也进行了升级，配备了 F-110G132和 F-100PW229A 发动机。这两款发动机的最大推力分别为14.7吨和13.2吨。阿联酋能够从美国定制到这样心仪的战机，自然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渴望。因此，很快就有许多国家希望美国同样为他们的空军升级定制 F-16战机。为了满足这些新老客户的需要，并进一步完善自家的 CD 型战机，美国空军随后推出了 F-16战斗机最新的升级版本 F-16V， 这也是台湾空军战力提升的另一个起点。F-16V 在继承了 F-16系列深厚底蕴的同时，采用了包括 AESA 有源相控阵雷达在内的最新技术，在性能上实现了巨大飞跃。这一刻，无论是对美军还是 F-16的全球用户而言，都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代表着 F-16这一家族在不断变化的现代战场上继续进化，增强了其在未来空战中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F-16的升级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适应现代战争需求、追求技术创新的过程。每一次升级都致力于增强其作战能力，以适应更为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F-16以其卓越的性能和强大的适应能力，赢得了全球多个国家的信赖，实现了从 YF-16原型机到 F-16V 的辉煌转变，证明了其作为一款战斗机的长久生命力和不容忽视的战斗效能。在2022年2月28日，美国空军生命周期管理中心宣布了一项重要的决定，即对现有的 F-16战斗机进行22项重大改装，旨在显著提升其现代化作战能力。这是近年来 F-16型号最为广泛和深入的升级计划，标志着这款经典战机在持续创新和进化中的新里程碑。为了这次升级，美国空军投入了高达63亿美元的巨资，以确保 F-16能够通过一系列先进技术的更新换代，继续在全球空军舞台上保持其领先地位。这次升级的核心在于技术创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为 F-16装配了更为先进的 APG-83有源相控阵雷达。此外，更新还包括升级数据链和机载电脑系统，显著提升了飞机的计算和信息处理能力。狙击手高级瞄准吊舱的加装，进一步拓展了 F-16的搜索能力和武器挂载选项，使其能够携带M120D 先进空导弹
和 HM-158B 增程型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等先进武器，APT-83雷达的引入，赋予了 F-16同时进行空对空和空对地模式工作，甚至交错扫描的能力。这一性能与现役5代战机所配备的雷达相当。美军还计划为 F-16单独定制一套全数字电子战套件 NLQ-254毒蛇盾。据悉，这种全新的电子战系统将从2025年末开始进入量产阶段，它将极大地提升 F-16在面对多方威胁时的反应速度和生存能力。同时，其轻便且易于升级的特性，也使得老款 F-16能够适配这一高科技装备，从而大幅增强其适应未来战场需求的能力。这次升级不仅极大延长了 F-16的服役年限，使其使用寿命最大化，还通过电子系统的全方位升级，大幅增强了其生存能力和战斗力。这种坚持不懈的升级改进，正是 F-16在隐身战机时代仍能保持活跃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冷战期间到现代， F-16凭借其卓越的性能和可靠的表现，参与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多场冲突，赢得了全球各国空军的广泛赞誉。随着美国持续对 F-16的精心升级，它预计将继续在天空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可能与美国未来的6代机共同作战，展现出其不朽的魅力和跨越时代的战斗力。F-16的传奇故事无疑是航空史上的一个宝贵财富，它记录了人类不断追求完美的精神与努力。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关于 F-16的未来发展方向，我们期待在评论区听到大家的看法。如有任何感兴趣的节目主题，也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们，你们的互动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下期再见。